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总裁把我高管的位置给了他的小白脸后，我摆烂了，方案不写，客户不见，项目不做，然后资金飞了，客户跑了，公司快倒闭了。总裁哭着求我收拾烂摊子，我转身带了核心团队出去单干，跻身富豪榜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过去1年，我凭着业绩通过公司内部考核，成功拿下市场总监的位置。可就在年后上班的第1天，我的老板严薇薇突然带来了一个新员工，他叫赵明宇，以后就是你们的新同事了。刚满20岁的小伙子，长得很秀气，站在老板的身边，小鸟依人。严薇薇的目光在晨会上扫了一圈后，落在我身上。李佩琦，以后你要好好配合明宇工作。这话说得奇怪，哪有让总监去配合一个新员工的？众人都在私下里猜测这小伙的来头。人事凑过来，递给我一份档案，听说是老板的男朋友。为了让他相信自己是凭实力进公司的，面试还拉了几个名校硕士陪跑，这是个祖宗啊！你自求多福吧。我低头翻看他的履历，职高毕业，函授大专，做过外卖员、保安，还在会所工作过。嚯，全才呀！可惜我部门这个团队最低985本科学历，更不乏有国外民企经验的。严薇薇这是想上演富婆救赎穷小子的故事，多一个吃空饷的关系户，大家或许有点意见，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了。可我没想到，离谱的是在后面。晨会结束后，严薇薇让我去她的办公室，刚一进门就看到赵明宇靠在她身上，两人正浓情蜜意。我敲了敲门，轻咳了一声，严总，找我什么事？他拉开椅子，请我坐下。开门见山，李佩琦，我希望你把市场总监位置让给明宇。啥？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且不说赵明宇的资质履历问题，一个刚进公司的新员工，在没有任何既往业绩的情况下，怎么可能担任高管？何况公司一级部门的主管任命都是需要董事会审批的。严薇薇在想什么？我看了赵明宇一眼，用尽量平静的声音道：那我干什么？他喝了一口咖啡，用独属于他的霸总语气道：鉴于你之前的工作表现，公司当然也不会亏待你，以后你就做明宇的副手，好好协助他。我觉得自己听了个天大的笑话。严总要安排自己人，可以给赵先生设一个清闲的管理岗，而不是在重要的职能岗位上随便换人。赵明宇眼圈一红，若柳扶风的小白脸开口了：佩琦哥，你不要怪严总，是我提出想要到市场部历练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严薇薇十分欣赏地与他对视，继而又对我道：明宇独立上进，不想依靠我，想靠自己打拼，所以我才这么安排。我气笑了，既然是历练，为什么不从基层做起？他噤了声，有点委屈地看向严薇薇，而后者眉头一皱，厉声道：他没有背景，不给他一个管理岗，难保不会被欺负。他是我的人，我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。然后他继续霸总上身，扔给我一份交接单，3分钟，我要你填好千万字。我冷吃，那你们可别后悔啊。自从上一任总裁，也就是严薇薇的父亲卸任之后，公司的产品3年没创新，在客户那里早就被竞品秒杀了，现在还能持续拿到订单，那是因为我积累下的资源。我本来就为了这破事心力交瘁，现在撂挑子可太好了。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我还听到赵明宇发嗲的声音：
严总，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？佩奇哥会不会不高兴？然后是严微微满不在乎的声音，管他干什么？以后他要是敢为难你，我让他后悔来到世上。我听得差点把年夜饭吐出来。严微微和赵明宇消失了3天，据人事透露，是严总为他的小情人承包了一个鱼塘，价值500万。我突然想起，年前我的200万年终奖还没有发，加上部门里其他同事的，一共就在500万左右。而我之前问财务得到的回答是，公司账户里现金流不足，延后发放。现在看来并不是不足，是另有他用了。我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，摆烂了一下午，也沉思了许久。严微微这脑子我是救不了了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自己和团队的血汗钱拿回来。周5的晚上，我早早地下了班，去吃了个大餐，然后回家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，躺沙发上听音乐逗猫。这是入职4年以来最惬意的一天。我沉浸在摆烂的美好里，一会儿没看手机，微信快炸了。公司总群里突然发了一条通知，严总和赵总监邀请大家一起去他们的鱼塘度假，见证他们浪漫的情人节。消息一出，部门小群里的同事都坐不住了，已经连续加班2周了，此刻只想躺着不动哭。我智齿发炎都没时间去拔，好不容易约到了医生，又泡汤了。我女儿明天生日，我都答应带她去迪士尼了。我翻看着聊天记录，甚至可以想到屏幕前的大家是什么表情。业内早有默认的共识，占用周末团建的公司无耻之极。何况这还不是团建，是严总为了展示他霸道总裁的魅力，托全体员工当冤种，去见证他们的爱情。而最大的问题是，那个鱼塘距离市区车程4小时，没有公交地铁，公司却没有安排车辆，还得自带渔具和干粮，每个人还需要掏钱买礼物，以表祝贺，疯了才会去。我点点手指，发了个躺的表情，我团队的人自然都懂。而到了周1早上，严微微和赵明宇毫无意外地闯进了我的办公室。李佩琦，撺掇员工旷工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他沉着一张脸，声音响亮，把外面的同事都引了过来。我朝外看了一眼，微微颔首，示意他们放心，然后平静地看向眼前的2人。严总在说什么？这个月我本人和市场部全体员工的考勤记录都没有异常啊。他脸色更加阴沉。我发群里的通知你没看到吗？我立即恍然。你是说周日的事啊？我今天早上才看到的信息呢。而且周末本来就是双休日，算哪门子旷工？他刚要开口吃我立刻抢先一步。根据现行劳动法第36条、第38条，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。公司的日常加班早就超过了法定工作时间，有员工的打卡记录为证。严总需要核实一下吗？差点忘了，霸总都是法盲，我真失败，居然沦落到给法盲普法。关键是他好像还听不懂，继续用那双3分凉薄、3分机巧、3分漫不经心，仿佛眼底有着等分扇形图的霸总专属眼睛扫向我。李佩琦，不要试图挑战我的耐性。这时候，赵明宇发挥了他善解人意的小白脸功能，轻轻拉住他。算了，严总，是我不好，让佩琦哥还有各位哥哥姐姐不高兴了。然后他又转头泪眼汪汪看着我。佩琦哥，不管你怎么看我，我和严总是真心邀请你，
真的想好好招待一下大家的。确实招待了，你们在玻璃房里吃牛排、烤肉、帝王蟹，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，让员工淋着雨自己搭帐篷烧烤，每个人分了几片菜叶和肥肉。最离谱的是，赵明宇还提出让员工每周都过去，在鱼塘周围种菜，美其名曰体验农家生活，不愧是人畜无害的古早捷克苏男主。每一个想法都这么清新脱俗，而此刻他这番火上浇油的话，看得出来是很想让我走人了。可惜严薇薇虽然脑子不太好，但多少还是有一点的。凭我手里的客户资源，他不会现在就开了我。秘书老刘从外面走了进来，低声对严薇薇耳语了几句，他阴沉的脸微微缓和了几分，压下怒气。李佩琦，这次就算了，你最好别挑战我的底线。然后他带着赵明宇没影了。老刘看了看我，叹气：李总监，我知道您突然降职委屈，但小姐已经10年没笑过了，现在她遇到了赵先生才能这么开心，所以您还是体谅一下她吧。哦，忘了说，秘书也是她的管家。我不假思索地瞪大了眼睛，10年没笑，确定不是面部神经瘫痪吗？你没带他去看医生？他当即气得嘴歪眼斜，甩袖而去。赵明宇正式上岗的第1天，惯例参加部门每周的产品培训 ，PPT 是全英文。看着他迷茫的眼神，我大概懂了他此刻的内心是崩溃的。他满脸委屈地看着台上讲课的产品经理简妮，我们又不是外国人的公司，为什么要用英文？对方优雅的一笑，大方得体。我们产品面向的市场包括欧美，英文只是基础。赵明宇的脸一下就红了。他们要买我们的东西，不应该学中文或者自带翻译吗？会英文了不起啊！现在祖国强大了，外国人都在用中文了。简妮笑容滞住，有些无语。我随即慵懒地开口：赵总监说的是，会英文当然没什么了不起，毕竟市场部的每个员工都能看懂，当然除了他。于是他更委屈了，可惜凭实力说话的地方，没人想看他这副嘴脸。结束的时候，简妮一贯的微笑：赵总监，您记得把1季度的市场方案给我们哦。产品组需要根据总监的方案调整策略。然后赵明宇在办公室里看了1天的资料，连第1页都没写出来。在他的眼里，我看到了文盲的绝望。老刘来了好几次，给他找了前几个季度的范本，让他依葫芦画瓢就行。可他连 PPT 都不怎么会用，居然不懂怎么把数据转化为图表，就挺离谱的。听着同事汇报的八卦，我放下咖啡，伸了个懒腰，转头看落下去的太阳。又是摆烂的1天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2天，赵明宇终于受不了了。晚上，严薇薇来接他下班，而他看准人来了，立马皱起眉头翻资料，做沉思状。严薇薇走到他身边：是谁家小东西工作这么认真啊？他转身就靠近他怀里：讨厌，肉麻又油腻。我听得一阵哆嗦，赶紧收拾东西下班。而那头2人还在继续：薇薇，对不起，我还没写完，今天不能陪你吃饭了。你知道我当年为了给爸爸治病，没上大学，早早出来工作了。这些我学起来慢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的，不会给你拖后腿的。他委屈巴巴地倾诉着，严薇薇心疼地将他搂紧：没关系，这些你不想写就别写了，我安排人加班帮你写好。他眼睛亮了一下，面色却有些迟疑：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都这么晚了。严薇薇刮了刮他的鼻子：今天你什么都不用干，只要陪我吃饭就好。
随后，严微微叫住了正准备出门的我：“李佩琦，你今晚帮明宇把方案写完，明天我要看到完稿。”我笑了：“对不起，严总，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。再说，员工守则第1条就是权责分明，这是总监的工作，我无权过问。”他却仿佛没听懂，继续自说自话：“这是给你的锻炼机会，你要知道感恩。”熟悉的破话术，可惜现在连应届生都不吃这一套了。他能不能与时俱进一下？我目光扫过他身后的赵明宇，礼貌微笑：“严总说笑了，需要锻炼机会的是赵先生，毕竟连办公软件都不会的总监，放眼全国也只此一位了。要不严总给报个班培训一下？”然后我再也不看身后的俩神经病，快乐下班，感慨软饭文的男女主脑回路果然都不正常。没错，我所在的世界其实是一本名为《霸道女总裁和她的小娇夫》的小说，赵明宇就是本书的男主。他出身平凡，一身光环，既有青梅默默爱慕，又有富婆为他铺路，一路桃花朵朵开。和所有的杰克苏男主一样，天下所有雌性生物都爱他，所有的雄性生物都想害他。他凭着自身努力进入严氏工作，遭到无数男员工的妒忌，最终他靠着善良和勇敢站稳了脚跟，感化了众人。而刁难他的恶毒男员工们全都下场凄惨。这个故事里的我，就是那个带头为难他的男员工，一个连男二都算不上的炮灰。我的结局是被严微微赶出公司，又被小太妹带人暴打，惨死街头。当然，这一切我们温柔善良的小白脸都是不知情的。我最初得知这一切时，只觉得不可思议，直到赵明宇入职抢走我位置的那天，我才惊觉一切都在朝着剧情发展。根据以往看小说的经验，炮灰觉醒后的常规操作应该是抱紧男主大腿，为男主鞍前马后扫清障碍，然后努力撮合男女主，苟住自己的小命。可凭什么呢？我拼了3年，年年业绩第1，才一步步得到的位置，他一句话就能拿走。为了他的一句开心，我们所有人累死累活盼了1年的年终奖都填了鱼塘，可他偏偏理所当然又无辜。对呀，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富婆宠他而已呀。即便我们部门里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就等着那点钱还助学贷款，有背着房贷车贷的年轻人，家里老人病重等着交医药费。可打工人的死活又和善良的男主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作为觉醒的打工人，不摆烂都对不起我的身份。摆烂一时爽，一直摆烂一直爽。我摆了快1周，终于等到严微微坐不住了。我记得让你好好协助明宇的。他面色严肃地瞅着我，我耸肩，可我现在只是个副手，做不了本职工作之外的事。他皱眉，到底要怎样你才肯帮明宇？我眼皮也没抬，很简单，把我和市场部的年终奖发了。可你知道，公司现在没有现金回流，资金紧张。哦，有钱买鱼塘，没钱发奖金。今年我继续努力，年底老板大概就能再买个岛屿，那就恕我无能为力了。我转身准备离开，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，听到了他的妥协，那就先发一部分。回到部门的时候，简妮走过来问我：“你真打算帮他呀？”我笑了笑，一份方案50万，报告40万，其余工作5万到100万不等。钱到账了再开工喽。1周后，我收到了100万的打款，还剩下100万没给。但好在我部门里的同事都陆续收到了拖延了近2个月的奖金，大家都很开心。
邀我去聚餐，我自然乐意。但就在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，赵明宇挽着严薇薇走了过来。听说你们要去聚餐，我们一起去吧。严薇薇也跟着开口，明宇也来了1周了，想和你们一起聚聚。我和同事们面面相觑。西餐厅里，服务员递上菜单，开始介绍菜品。牛排全熟，配蘑菇汁。谢谢。我率先开始点餐。赵明宇忽然笑了起来。佩奇哥没来过这儿吧？牛排是不能做全熟的，最多7分熟哦。他抬高了下巴，笑得得意又略带挑衅。随后他又看了看严薇薇，抱着她的胳膊，满脸骄傲。薇薇经常带我来这儿。我记得严薇薇当初发过朋友圈，自己认识了一个清纯不做作的男孩，带他去吃了路边摊，享受了平凡的美味。所以这是吃了几次西餐之后，忘了路边的烤面筋了。最可笑的是，还显摆上了，关键还没显摆对。我继续翻着菜单。在国外，well done 是常见的做法之一，只是很考验肉质和烹饪水平，所以低端的餐厅才不会推荐全熟。不是牛排不能全熟，而是因为他们做不了。说话时，我抬眼看着服务员，对方立马会意：“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们门店有顶级的西厨烹饪，可以自由选择火候。”我满意的点头，朝赵明宇一笑。他尴尬之余，眼泪快流下来了。佩奇哥，我知道我出身普通，不像你们能出国吃高级餐厅，可我一直都很努力，你也不能这么瞧不起人啊！嚯！还带反咬一口的。严薇薇见他委屈，立刻将他搂住，随后看向我的眼神里略带责备。好了，牛排而已，有什么可争的？我和同事们再次面面相觑，果然眼瞎就不了。我轻笑，首先我没兴趣争，其次严总下次记得告诉赵总监，牛排到底可以几分熟。还有，西餐不高贵，出国也只是工作需要，心中不自卑，看什么都是平常。心中自卑敏感，才会觉得别人做什么都是瞧不起你。我刚对完，没等对面再开口，服务员就开始上菜了，氛围开始热闹起来。我和同事们都吃得很开心，只有对面的2人，一个面瘫，一个阴阳怪气。果然和正常人有弊。而最后买单的时候，严薇薇和赵明宇居然先走了。他们一共消费2000多，没付钱。就在同事提议要不要帮他们一起结账的时候，我礼貌地告诉服务员，我们和刚刚的2位只是拼桌，本次聚餐也是 AA 制，任何人有逃单行为，贵店都可以查监控和停车记录进行追回。这话一出，我看到所有人都在憋笑。简妮暗暗朝我竖大拇指，太损了你！我心情大好，踩着月光压马路回家。而就在临近小区的时候，我被尾随了，有个人影一直保持着10多米的距离跟着我。我加快了速度，往路灯和监控底下走，7拐8拐，很快进了小区。门口有保安和门禁系统，总算安全到家。赵明宇入职1个月后，严薇薇大概是觉得他站稳了脚，开始挖我手上的资源。1分钟，我要你把手上所有的客户交给明宇，一如既往的霸总语气，且说话永远不过大脑。不过无妨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立刻把名单发给了赵明宇。当天，我就看着赵明宇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，一次又一次的崩溃。客户抛出的问题，他一问3不知。型号规格啊，这个我不清楚。市占率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对比竞品的主要优势，这个我们的产品用过的都说好。喂，我懒懒地靠着椅子，文明关喉。在此之前，
严薇薇大概真的以为我这个位置换谁来都一样吧，可惜能拿走的是电话，拿不走的是人脉。当然，赵明宇并不是完全没办法。根据阮范文的定律，当女主公司遇到危机，出现所有人都搞不定的客户时，男主就会散发他的杰克苏光环，跑到对方公司门口去堵人，然后凭一番慷慨激昂的掰扯，成功打动客户，挽救危机。而赵明宇也确实是这么做的，不过他当然不会知道大企业高层的时间是需要预约的，根本不会有空听他即兴演讲，安保团队也不会允许他在门口堵人，所以他找错了人，还跟人进了酒店包厢，喝得烂醉。严薇薇火急火燎跑过去，心疼地把人带回了家。第二天晨会，他不出意料地找我算账。李佩琦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不要触碰我的底线？你居然敢让明宇一个人去那种地方？我悠悠地打开一份表格，首先，我提供的名单里并没有赵总监昨天招待的这位客户。其次，现在他是领导，我是下属，脚长在他身上，怎么就成我让他去的了？我提前调取了酒店监控，查清了当事人的身份，那只是客户公司的一个外包员工。我把整个监控记录都投在大屏上，视频里赵明宇热情地搂着人进包厢的样子，可不像是有人强迫的。对不起，薇薇，我只是想帮你，我没想到会这样的。他泪眼楚楚地看着严薇薇，又有些怨怪地扫过我。严薇薇脸色愈发阴沉，看向赵明宇的眸光里显然多了一分怀疑。赵明宇赶紧过来抢过遥控，关了屏幕，开始捂脸哭泣。佩奇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怨我抢了你的位置，从我入职开始你就处处针对我，但你也不能拿这种事来污蔑我清白呀。他这一哭，严薇薇立刻心疼了，将他搂进怀里，然后凌厉地扫向我。李佩琦，今天的事暂且不提，但从明宇进来到现在，你到处给他下绊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动作。我迎着清晨的朝阳，当着全公司的面回应。严总说的下绊子，是指写方案，还是对接客户，又或者是产品培训？请问这哪一样不是总监的本职工作？这一问，严薇薇没有回答。我目不斜视，继续道：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倘若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知，非要争抢能力之外的岗位，而又无法胜任时，自然想当然地觉得是别人刻意针对。然而赵先生最大的绊子就是他自身的资质和能力。职场不是家庭，也不是学校，在这里没人有义务去迁就他。话音未落，坐下响起了掌声，市场部的同事率先鼓掌，其他部门也跟着鼓了起来。因为我的话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感同身受，我们都经历过职场的残酷。这4年来，我亲眼见过入职半年被裁员的应届生，也见过35岁被优化的中年人，更有生病了不敢请假、发烧写代码的卑微打工人，还有当初那些坐了几个小时高铁来面试，却被2分钟打发的求职者。或许他们还在反思自己哪里不足，而实际他们只是被拉来凑人头，为赵明宇陪跑而已。我不知道富婆有多深情，也不在乎她有多宠她，我只知道她的浪漫，她的爱情建立在对无数打工人的剥削之上。市场部的员工里，有小镇出身考上名校的做题家，也有家境贫寒靠着奖学金完成学业卷生卷死的农村娃，还有兢兢业业工作回家还要照顾孩子的职场妈妈。我们每个人都特殊，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从天而降的富婆拯救。
学生时代的我们，对着小说里的富婆或许会怦然心动，带入男主被无条件宠爱。可当走出校园，踏入社会，才会发现自己不过是那个一言不合得罪男主、被老板开除的路人甲而已。我想起了自己刚来这座城市时，每日通勤2小时，疲于奔命，为5斗米折腰。8平米的出租屋里载满了梦，白水挂面里不甘接受自己的平庸。我奋斗了整整4年啊！我目光游离在市场部的兄弟姐妹们身上，他们在微笑，在握拳为我加油。万幸，在这里，我收获了一个强大的自己，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严氏不值得，但市场不值得。严微微的脸色更加难看。李佩琦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终于等来了这句话。我并没有主动提出离职。如果严总要辞退我，那按照劳动法，至少要给予 N+1的薪资补偿，加上之前拖欠的100万年终奖，共需支付400万。我气定神闲向他普法。严微微当然没打算付这笔钱。他阴沉着脸，公司花成本培养了你，没让你赔偿公司损失，都算便宜你了。好的，法盲果然头铁，那我们劳动局见。我收集了所有的证据，准备申请劳动仲裁，同时还请了律师提供法律咨询。交材料的那天，我在咖啡馆等律师，碰到了赵明宇。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皮衣短裙、发型非主流的女人，是他的青梅竹马，是文文在夜店打工的精神小妹。我看着眼前人的身形和模样，突然觉得有些熟悉，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正思索着，那人已经走了出去，而眼前赵明宇先开了口：“佩琦哥。”我喝了一口咖啡，严微微又不在，你还装什么呢？累不累？他脸色微变，在开口时，不再是一贯发嗲的声音，变得正常了许多。真好，你终于走了。说这话时，他眼里满是胜利者的得意。我看着他，其实我很想知道，严氏有那么多的管理岗，你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我的位置？别告诉我你是真的只是为了所谓的历练，这话也就骗骗严微微了。事实上，从他入职的第1天起，就想赶我走了。他不屑地横了我一眼：“你本来就不应该待在严氏，你总说我实力不配，那你呢？你不也是靠着讨好微微的父亲才爬上来的吗？你以为讨好了他就能得到严氏？可惜你在公司4年。”微微都没正眼瞧过你。我惊异于他的脑回路，也终于明白了他对我的恨意来自哪里了。严微微的父亲任总裁时，我刚入职1年，拿了第1个年度业绩第1。年会上，他很开心，说我很像年轻时候的他。选女婿就该选这样聪明能干的。几杯酒下肚，他拍着我的肩膀玩笑。就这样一句酒桌戏言，不知道怎么会隔了几年传到赵明宇的耳中，在他心里深深扎刺。原来这就是男主的胸襟。我的母语是吴语。当天回去，我就找了物业调监控，查找近几天小区门口的可疑人物。同时，我联系朋友，帮我找了一个私家侦探。在原剧情里，我离开严氏以后，是被赵明宇的爱慕者带着一群小混混殴打，最后横死街头。而今天见了史文文，我几乎可以把他的身形和那天晚上尾随我的影子重合。我需要证据，忙着手头上的事情，电话猝不及防响了，是简妮。李大老板打算什么时候创业呀？带我们一起干呗。我轻笑，怎么了？你也想离职啊？嗨，我倒是想走，这个月已经走了10来个了。你离开之后，公司那叫一个惨不忍睹，
之前没交付的订单，长时间没人跟进，客户都在投诉撤单。本月到现在为止，一个新订单都没有，以前的客户全都流失了。本季度财报估计亏损难看，到时候投资人都得撤资。我默默听着他分享，这些都在意料之中。这些天在家，我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之前同事的吐槽，比如赵明宇为了展现他的大手笔，经常去周边的学校给孩子发饮料，而资金来源是扣了员工每个月的交通补贴。就这样离谱又戏剧的事情，每天都在上演。所以我离职只是一个开始，现在严氏每天都有人离职，而不出意料的，我很快就接到了严薇薇的电话。李佩琦，我允许你回来上班了，只要你把客户都拉回来，我可以不计较你之前的过错。我在阳台上陪猫咪晒着太阳，听到这话快要嗤笑出声。严薇薇，我真羡慕你脸上的皮肤，保养得真厚。没等他回应，我就挂了电话。不到2天他又打来了，持续了快1周。从最开始的你不要不识抬举，到后来的算我求你了，李佩琦，你回来吧。之前的事是我冲动了，我可以向你道歉。公司不能少了你啊，你就当帮帮我。好歹我们也朝夕相处了4年，我不能让我爸辛苦一辈子的事业就这么毁了。我爸当初很喜欢你的，还想让我追你。打住！我立刻叫停。越说越离谱，我叹气。严总啊，求人呢，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你先把欠我的400万支付了，再谈其他吧。我啪一下挂了电话。世界终于清静。仲裁开庭的那天，我途经一条小巷子，再次被人尾随。我没有躲，往巷子深处走了进去。前面窜出了几个小青年，胳膊上的纹身张牙舞爪。往后看，是史文文带着人堵在了出口。我被围住了。我看向史文文，我们在咖啡馆见过的，和赵明宇一起。我记得没有得罪过你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把嘴里叼着的烟头吐到一边。敢欺负明宇，当然要给你点教训，不把你弄死，我以后都不用在道上混了。你和赵明宇是什么关系？我看着眼前越来越近的人，尽可能地保持平静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是他最亲的人，所以是他让你们来的吗？我继续盯着他，他没回答。看来不是啊，是你在自作多情喽，所以你为他做的一切，他都不知情呢。要是真如你说的，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他怎么会转身就投入了严薇薇的怀抱呢？说不定赵明宇内心都在想着怎么摆脱你这个小太妹，别耽误了他入赘豪门。我刺激他，你找死！他冲过来掐我脖子，其他的几个混混来撕扯我的衣服。我告诉你，就是明宇让我来的，我做的所有事情都和他商量过的，我们之间无话不谈。姓严的单方面纠缠他，我迟早也会给他教训。我死命挣扎着，握紧了口袋里的录音笔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前方警车鸣笛，是警察来了。不枉费我花大价钱雇的私家侦探，查到了他们准备今天动手。于是我将计就计，把他们一起送进去。史文文和那群小混混当场就被警方带走了。当天下午，赵明宇也被刑拘了，一个是杀人未遂，一个是教唆杀人。这日子倒是有盼头。警察叔叔给他戴上银手镯时，我不忘给他补一刀。不管判几年，你想通过结婚改变命运的梦想是落空了。政审是要查3代的哦，别说豪门了，普通人家都不可能选择一个有案底的男人。他恨恨地瞪着我，恨得咬牙切齿。哎，早点进去踩缝纫机吧。我摇了摇头，向警察道谢之后，潇洒地走了。
严薇薇又来了电话，指责我陷害赵明宇。我把录音的内容发了过去，她安静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打过来，你能不能出具谅解书，让明宇少判几年？好啊，1000万。电话那头没声音了，我悠悠的叹息，看来严总的真爱连1000万都不值啊。你要是实在心疼，又舍不得花钱，不如进去陪他一起踩缝纫机吧。然后我拉黑了他，天下太平。1周后，仲裁结果出来了，我收到了400万的打款。至此，我和严氏的恩怨告一段落。与此同时，我注册公司的流程也快走完了。我决定利用之前积累下的客户资源，自己创业。招聘第一批员工时，连续收到了10几份简历，都是以前市场部的同事。再次见面，我们抱在一起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我开始创业以后，忙碌了很多，经常最后一个下班，但我一直坚持普通员工朝9晚5上下班制度。如果遇到赶项目进度加班的情况，会给予3倍时薪补偿，并调休。第1年，我这个小10几人的团队，净利润竟然超过了业内中等规模的企业。而后1年又1年，到第5年的年底，公司的规模超过了300人。但无论规模大小，我都一直没有忘记初心，自己淋过雨，也想为后人撑一撑伞。在我的公司里，人事没有面试 KPI 压力，不会随意拉求职者凑人头。女性求职者面试时，不会有人问他们的婚育计划。大龄单身女性也不用担心受到任何歧视。公司的团建一律放在工作日，绝不占用周末或假期。完善孕产假和哺乳假制度，让职场妈妈没有后顾之忧。对于应届生，入职就予以首月生活补贴，第1年可申请公司的免费公寓。虽然短期来看，这样会损失一定的利益，但我始终相信，人性化的政策一定会带来正向的反馈。后来，公司赴港交所上市，股价一路看涨，我上了福布斯富豪榜，和我一起创业的同事们也都实现了财务自由。而自从严氏破产后，我再没有得到过严薇薇的消息。直到有一天，人事拿着一份简历走进来，李总，这个人曾经担任过严氏集团总裁，现在应聘销售岗，您看是否安排面试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